同样都是 DeepSeek，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一套提示词，3个效果，为什么别人的效果比我好？大家好，我是吴修啊。前2天呢，有个朋友问了我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他用 AI 写了一个程序，接入了 DeepSeek API，想做一个大学的专业分析页面。结果呢，程序出来了，页面也能生成，还能导出 Word， 但是一用呢，发现内容不够丰富，来源不够扎实，还有不少幻觉。很多页面打开呢，就是他引用的链接呢，打开是404啊，就是根本不存在的链接。但是呢，他后来试了一下，用同样的需求呢，扔给 WorkBuddy， 然后也是选的 DeepSeek 模型，结果呢，出来的效果呢，非常的丰富啊，也没有幻觉啊，或者很少吧。那问题就来了，那同样都是 DeepSeek，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其实我朋友的需求呢，非常典型啊，用户输入一个大学和专业，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专业，程序要生成一个版面丰富的数据分析网页，还要能导出 Word， 内容包括呢，专业介绍啊，历史人文，荣誉奖项、招生情况、报考相关的，还有6维评估、雷达图，还要带所有信息的来源，啊，听起来很合理，对吧？但是呢，这里面有个坑，他以为接入 DeepSeek API 呢，就等于拥有了一个会搜索、会验证，会做报告的研究员，但实际上呢 ，API 不是 agent，这里先讲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点，就是很多人认为呢，ChatGPT 就是 ChatGPT，DeepSeek 就是 DeepSeek，其实呢，同样叫这个名字，它至少呢会有3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呢就是网页聊天啊，它像一个咨询顾问，你问他问题，他就给你建议，能讨论，能整理思路。交互的体验也很好，但它呢，它不是你的专属业务系统，也不会呢天天围绕你的项目长期的开展这个工作啊，比如说长期给你写代码什么的。那第2种形态呢，就是 API，API 呢更像一台发动机或者是更像一个大脑，它能给你模型的能力，但是不会主动的帮你去做搜索呀，做文件系统终端的执行校验来源和任务流程。说白了，它就是一个大脑但是它没有手和脚。第3种呢是 agent 或者叫 CLI 客户端，这种呢就更像一个施工人员，它不只是会说，还能读文件、改代码、跑指令、做搜索或者是做一些任务，它是真正能干活的。API 呢不是 agent， 接上模型不等于做出了智能体你只是给程序接了一个大脑，而这个大脑呢，它没有眼也没有手，也没有资料来源也没有审稿员，那它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这一期呢，我不做模型排行榜也不是说谁强谁弱，我们就做3个实验把同样的提示词呢丢给 DeepSeek 网页版 ，Agent 是调用 DeepSeek，3个就是用 Agent 开发一个调用 DeepSeek API 的程序用这3个方式，我们去跑一跑，最后我们来分析呢，为什么同样一个模型在不同的形态下结果完全不一样。为了还原这个问题呢，我做了3组实验任务都一样，就是搜索，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的动画专业，生成一个全面的数据分析 HTML 页面，并且要求所有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来源，不能编造。注意呢这不是为了证明谁一定要更强因为都是 DeepSeek。我们要看的是呢，任务所需要的搜索、来源、校验和页面生成的时候，不同形态的 AI 到底差别在哪儿？第一组实验很简单，直接打开 DeepSeek 网页把提示词粘进去。这种方式呢，就接近普通用户的用法。它的优点呢是上手简单交互体验好，因为网页里面呢也内置了搜索、深度思考或者产品级的优化。那它实际上不只是裸模型输出至少是经过产品包装的一个 AI 入口。我们重点看几个点它有没有覆盖专业介绍、招生情况、荣誉奖项、就业情况，它有没有给来源，给的来源能不能打开，来源是不是能支撑它的结论。这里要注意有链接不等于有证据。网页聊天的定位呢很清楚它适合快速探索、讨论方向、初步整理信息。但如果你需要一个可交付的专业调研网页那仍然不能只看他说的像不像你得看证据。这里呢，虽然我选择了智能搜索，但是模型本身回答呢是基于自身庞大的训练数据知识库来生成这份 HTML 内容。但这里我觉得可能是幻觉吧，因为默认我开启了智能搜索。第2组实验呢是最容易踩坑的地方，我朋友的问题呢就在这儿。他呢用的是 Cloud Code 开发了一个 Web 程序，接入了 DeepSeek 的 API， 输入学校和专业呢生成了 HTML 页面，还能导出 Word。那么我呢就用 Resonix 去重现了整个过程。这是一个 DeepSeek 的专用客户端当然你也可以接入其他模型这里呢我用 DeepSeek 的 V4 Pro 从头开发一个我朋友说的那种网页来重现这个场景。这里呢我增加了一些提示词。意思就是要求这个 AI 把当前的这个需求变成一个
可运行的独立的 Web 程序，听起来像一个完整的产品或者叫智能体，因为这种原型呢，基本上本质上可以说是用户输入输了一个提示词，调了一次 API， 然后把结果呢塞进了 HTML 模板里。这东西不能说没用但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调研 agent， 它更像是一个穿了西装的 API 转发器。现在我们运行这个 API 程序你看这个程序已经生成好了然后呢，并且已经抓到了数据，但是相对来说看一下这个数据就很单薄。然后每一个链接咱们去点击的话，会发现都是404，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链接都是 AI 去它自己幻觉产生的。目前这个页面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简陋的，它确实能生成网页也确实能导出 Word， 但问题是它背后到底做了啥？它有没有先拆解任务？有没有生成这个关键搜索关键词？有没有真实的访问多个来源？有没有抽取网页的正文？有没有判断来源的可信度？有没有把每个结论和来源绑定？有没有做幻觉的检验？如果这些步骤都没有呢，它就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这个报告呢看起来像报告，实际上就是 AI 的现场发挥。所以API 程序的问题呢，不一定是 DeepSeek 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是系统设计的问题。你给它只是一个简单的 prompt 的提示词，你要求它给你一份所有数据真实可靠来源的调研报告，这就像什么呢？你把一个聪明人关在一个小屋里又不给电脑，又不给浏览器，也不给资料库，你让他写一份带引用的研究报告，那他能不乱写吗？第三组实验呢，这里呢我同样用的是这个 agent Resonix 是一个开源的 DeepSeek 的 agent， 在这里呢同样我们都是选择 DeepSeek 模型的名字没变但里面的系统变了。agent 呢做了很多网页聊天和裸 API 没有做的事，比如说它会首先拆解任务，专业的介绍去哪里找，招生信息去哪儿找历史和荣誉这些可靠的信息来源从哪里找，它会去搜索、浏览、整理再生成页面。所以呢，它不是一个人坐在小黑屋里的大脑，更像是带着电脑、浏览器、资料库、带着工具的员工。agent 的优势呢，它不是算法，不是说 agent 一定不会错，而是它比裸 API 呢多了一套工作流。模型只是大脑，但是 agent 呢可以把搜索、工作流程和检查机制呢链接起来，这才是效果差异的关键。咱们看看客户端自己生成的这个页面。首先呢就是非常美观，上面可以看到这个雷达图，而且雷达图把鼠标挪上去呢，还有一些引线的信息窗口。专业介绍包括这个前端的效果，一看就是做过一些优化的这个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呀。虽然都是用的 DeepSeek V4 Pro，但是客户端自己做出来的页面和他用程序做出来的页面，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个看起来就是真正的是产品化的一个状态信息来源很多每一个点开呢都是真实存在的页面。随便挑一个打开，这些都是可访问的页面。我们把3组结果放在一起看聊天网页呢适合快速提问和初步整理，API 程序呢适合做产品界面和业务集成，但是呢只是裸调用模型的话，它就缺少调研流程。agent 呢适合做复杂任务，它可能有工具、有搜索、有多步流程，所以呢结果差异不是因为某一个模型突然变聪明或者变笨了，而是因为它外面那层系统是完全不一样。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误解的点就是 agent 帮你开发了一个程序那不代表这个程序运行时它就具有 agent 的能力。像这个Cloud Code Resonix 在开发阶段呢，确实能读文件改代码，能跑命令，但是它开发出来的 Web 程序运行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搜索、网页读取，有没有引用校验有没有多轮任务拆解，完全取决于你有没有把这些能力呢写进程序里。所以呢 agent 开发出来的程序，它不是等于 agent， 这句话很重要，大家以后做项目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那么我们想让一个 API 程序接近 agent 的效果，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问了一下 agent，我说你是用的什么搜索引擎？这时候他回答我是用的是 Tavily， 然后我又回到我的程序开发这边，问他用的什么搜索引擎，好像他用的是 DuckDuckGo。然后呢，我就把它做一下同步吧，我让程序里面也调用 Tavily 作为搜索引擎。然后经过一通折腾我们看到这个效果出来了我的页面上已经有了 Tavily 的 API Key 的输入框，然后去 Tavily 网站，个人每个月是有1000次的额度，申请完以后把 API Key 填过来这时候往下看呢，信息来源都已经是真实的那个链接了每个页面都可以点开就说明它这个时候不是幻觉产生的。但是这个页面呢数据还是很少，这个可能跟前端有关，因为我下载那个 Word 看了一下Word 里面的内容倒是很丰富它只是没有总结到前端来我们回到我们的 agent 这一块，让它详细说明从头到尾生成这个页面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和思路
它就一步一步给你总结。第一部分是做计划、拆任务第二部分呢是分主题并行，第三部分数据采集、六维的这个方法，页面设计从到尾怎么一步一步走，拆得非常细。这就 Agent 中间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思路复制粘贴，然后让我们的程序部分呢按照这个思路改一遍。那开发 Agent 呢，经过一系列的折腾，最终呢也是修改了一版。我们再来看这一版的效果这版前端的那个感觉都不一样了做了更细致的调整吧。然后我们看那个这个首页的这个页面的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数据维度也丰富多了每一个这个标签页点开都不太一样同样的这些链接呢也都是直接可以点开的这个呢就改造的非常好，至少我们在前端就看见它和我们自己做的程序和 Agent 生成的页面这个差距就已经很小了。好，我们进一步进行调整，我们告诉它我们自己的程序的目录按照你的思路质量与你制作的页面对齐我们的程序在这个目录。好，这个时候 AI 就完全的按照它的页面质量来进行开发了。好，这个页面最终生成出来了。我们看到这个页面的数据维度已经和之前 Agent 自己做的页面基本上是一致的，非常的丰富可以看到这个也基本上达到了产品级的交付级的这种效果甚至有一些部分比之前的 Agent 做的前端数据维度还要细同样的数据来源呢我们也得验证每一个数据来源必须是能够能看到真实页面的这个没有问题。通过这一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要完善用 AI 开发的程序，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简单的说不是把提示词写得更长，而是要把流程补上。第一步呢就是任务拆解，第二步呢生成搜索查询，第三呢改进搜索引擎，比如说联网搜索，第四呢抓取网页正文，第五呢筛选可信来源，第六呢把信息结构化，第七步呢把结论和证据绑起来，第八步呢做事实验证校验，最后再生成 HTML 或者是 Word， 这样它才从一个 API 壳里呢真正变成一个研究系统。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后面要继续折腾自己的 AI 工作流，正是因为有用的 AI 应用不只是一个输入框加 API key 就完事儿了你要考虑模型工具、数据源、流程校验、产物和人工审核。这一期呢我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我是雾修这里是雾修的 AI 世界，一个技术认真人不太正经的 AI 频道我们下期继续折腾。